大家好，这边小子，今天为这小玩具呢，就是这个由炫卡斗士 W 啊出品的玩具啊，是国内翻译好像叫什么玄铁战神啊。这片子实话实说我也没看过，就是纯演员啊。然后我是托朋友在韩国帮我带回来的，是450块。我看国内预定好像最便宜的600块韩版啊，这个国代嘛，我估计到时候也就100来块，100块200块这个样子啊，反正肯定是比韩款便宜很多的。我反正他正好是巧对吧？他正好去的这个时间段，这个东西出货了。对不对？就顺便让他带回来，能便宜200是200了，对不对啊？然后这炫卡斗士呢，它之前应该是出了好几部嘛，是那个什么普通的，然后到 S 还是到 W， 反正具体有几部我也说不清楚啊，因为我实在是没了解过这个系列，单纯就是纯看演员。他好像 S 的那个时候有一个那个男主机后面就是他炫卡嘛，炫卡。它可以变成一把大剑啊，那个造型也蛮帅的，但是实话实说，看到实物之后呢，就是它脖子和它的那个身形啊，就是有点突出啊，所以就感觉有点阳痿了啊，就没买啊。后来这个，最近他不是发布这个东西了吗？一看这个造型还蛮帅气的啊。它是比较特别让我吸引点的是什么？就看到头上它这个眼睛是有眼珠子的啊。对吧？配上这个三角形的这个红的头尖尖的这个头啊，这个感觉有点像 get 啊。然后这次炫卡的玩点呢，它这次是可以变成个龙头啊、胸甲啊，然后反正是一些奇奇怪怪的这种玩意儿啊，然后呢还可以变大刀啊，应该是这个样子。反正炫卡的这个炫卡斗士嘛，它基本上就是靠这些乱七八糟装备啊，然后强化这个主角机器人的。然后这个角色我实话实说我不认识啊，我这个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主角团的还是反派的，我也不知道啊。他反正后期有个什么大 boss 是，像新干线变形机器人一样的，它可以合体4个车厢嘛，好像可以合体个大怪啊，大机器人，有点像那个当时我做过视频那个黄医生那种类型的，就是后面车厢变手臂，后面车厢变这个双腿，就反正大概这个意思。反正就大概是这么一个系列，反正我们赶紧来看看内部吧。屁话也说了那么多了，刚拿出来之后呢，头雕两侧的天线可以向两侧掰啊，让它整体的造型更加饱满。打开之后呢，玄铁战神呢到配件这边啊，最高可以达到41到42厘米啊，可以说非常的巨大。拿出我最喜欢的孩之宝飞天虎啊，这个比例尺做一下简单的对比啊，大概是这么个大小。那这次玄铁战神呢，身上的话会有部分使用到金色电镀作为点缀，然后它因为炫卡是一条龙嘛，所以身上一些对应的这种龙的元素还蛮多的啊。然后这次武器的刀刃呢，都是用到了透明零件啊，灯光底下效果还蛮不错的。护手这边啊，它用到了一点点这种蓝色的金属漆涂装啊，不过这个东西不知道国代表会不会阉割啊。那胸口这边呢是有了一个倒三角的这种样子的符号啊，这个实话说长得有点像波 V 啊。然后头雕这边可以看一下，它是有眼睛的，看到是有眼睛的。然后身上的一些零件也是用到了一定的这个透明零件啊，一体性还是挺好的。然后这个头雕，总感觉有点既视感哦，就感觉说不出来，但是又感觉有点像什么的那种感觉啊。那头雕这个部分的话，它是有一个替换的眼睛的啊，把它掀开来，然后滑动上面的这个模块啊，盖上，可以看到它是有两种，一种有眼珠，一种是没眼珠的眼睛。那两侧这边啊，它也是有炮管的啊，可以把它翻开来。那肩膀上2片大大的这个装甲啊，它也是上面用到了一定的这个涂装来作为点缀的啊，同样还有这个变形之后车轮毂的啊，这个轮毂也是用到一个电镀。肩膀上面2个长得像炮一样的东西，它实际确实也是炮啊，也可以通过这样去旋转，去调整它的角度。那同样在内侧呢，有个炮管可以拉出来的。你别说，这个东西就这样子拉出来之后呢，看到吗？就有个炮口了啊，还真的有那么一丢丢的像 H 双枪啊，这个玩意儿 H 双枪，红颜色的 H 双枪，靠啊！然后上面这个连接这个地方呢，如果你是光看这边的这个颜色呢，又有点这种00的即视感啊。再摆一个这个002粒子爆发这个动作，这小魏啊，挠一下就上来了。韩国人缝合这一块啊，确实是蛮牛的。然后背后这边推进器的部分的话，也是用到一定的蓝漆啊、银漆作为点缀的，还是蛮好看的。
那同样背在后面的这个车头部分也是有用到电镀色来作为轮毂的造型。哎，这个背后啊，它真的蛮有即视感。我原称它为韩版汽车大师啊，他妈背后相似度达到这个7-8成啊，我操！然后我这只的关节这边的话，它是有点虚位的，而且还挺大的，拿在手上有时候会晃来晃去的，撑起来还是随便撑。它这个毕竟重心啊，还有那个关节的这个把持力度还是在的，就是虚位稍微有点他妈大。那炫卡斗士最重要的炫卡部分的话啊，这个和卡这个东西已经八竿子打不到一撇了呀。它因为要变成武器啊、胸甲啊，还有背包啊这个部分啊，所以基本上它就这么个胖法啊。那变形的话也很简单啊，先把前面的卡片给它翻出来，看到后面还有一个并且战士的这个图啊，然后上下这样分离，胸甲这边展开啊，背后这2块也可以展开。武器这个部分的话，把它拆除，再把尾巴打直。那它是可以和就是原配的这把武器啊，把它合在一起的，变成一把长柄的双刃剑。同样，这把武器呢，还可以把盖板翻出啊，露出内部隐藏的手柄，哎，变成另外一把剑，拿在手上也是可以的。变成背包的2个零件呢，很简单粗暴，对着这个孔洞插进去就完事。那胸甲这个部分的话，哎，它是有一定向外的拉伸的延展，直接把它装在它身上的胸口2侧的卡位处理。装完之后呢，龙头部分嘴巴是可以打开的。那全部合体完之后呢，给大家这样一个效果。那可以看到它这个胸甲因为太厚太长了，所以仰拍的时候呢，就完全看不到它那个人脸。不过好在它上半身造型比较饱满，在俯拍的时候呢，还是比较帅气的。啊，这个玩具呢，我就不仰拍了，仰拍就变成大角龙了，我靠！哎呦，我操了！哎呦，太好玩了这个东西。哦，还好，对不对？接下来就是喜闻乐见的变形时间。那首先第一步啊，把它整个的上半身给它分离。比方说这胸部啊，首先背包折90度，再旋转模块到下方，头雕部分天线还原，往上抬，前侧的盖板打开，把头塞进去，关起来，然后2侧盖板给它翻过来，肩膀2侧的轮胎解锁，翻折，哎，盖上。最后一步呢，把两边的烟囱给它竖起来，这样它的变形就完成了。下半身的变形也很简单啊，首先把这个剑柄啊翻成是这个样子。那同样它有两边这2个卡扣，对应小腿和脚板侧面的凹槽卡上。那小腿2侧梯形扣和凹槽，哎，也就这样子合并。咔嚓一下，膝盖2侧电镀金色零件放下去，然后把整条腿向上一缩，把前脚板盖上，手臂的装甲打开，把拳头收进去，把2侧的炮翻到后面来，手臂黑色的部分向外面滑，解锁胸部2侧，把手臂并起来，手臂和肩炮上面的卡扣结合，另外一边啊也是一样，小腿侧面的盖板往上翻，和肩炮做连接，另外一边也是一样，肩炮上的轮胎向上翻起，后裙甲这一块的变形啊，把裙甲提起来，旋转2侧的盖板，把前面打直，往前面拉，然后把2侧盖板和旁边的装甲进行连接，最后就把前侧这个盖板翻下去啊，这边两边是有卡扣的，调整一下2侧盖板的位置，那最后把这边给它翻上去。小腿这边的盖板更简单了，把它打直之后呢，哎，这边是有一个双段的关节，把它也一下按下去，包裹住前侧啊，两边有个卡扣把它卡住，另外一边啊也是这样卡住，这样整个车厢的变形啊就完成了。最后拿出车头，哎，把它往上面放啊。那变形完之后呢，整体一体的滚动性啊都非常的好啊。你看啊，
很丝滑啊。然后个人感觉啊，车厢和这个后面看啊还是偏大的啊，就是不是那么的和谐，而且太宽了啊。但是整体的这个就是这个造型的这个风格还是蛮有趣的啊，蛮赛博的一辆卡车，对吧？然后卡车头这边它是用到了蛮可爱的这种像眼睛一样的啊，我记得之前好像也出过这种类似的卡车啊，当然因为我也没看过这个动画片嘛，我也不知道它和之前的那个卡车到底是有什么从属关系啊，这个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就大概这样的一款玩具啊，也没什么太多好讲的，就我感觉炫卡斗士就是拖宝啊，炫卡斗士啊，然后这个迷你特工队啊，我感觉玩具都还算比较稳定的啊，但是就像我之前说的，就它这个关节其实这个寿命好像没有像之前一开始那个拖宝那个时候那么的长啊，拖宝我记得放一段时间它还是能玩玩的，但是就是最近的这个迷你特工队和这个炫卡斗士的这个齿轮关节明显的这个寿命有所下降啊，这个好像是有这个问题啊。国代因为我也没具体有买过，我不知道国代它有没有修改啊。如果有知道的小伙伴可以分享分享。那么这样的话，这期视频今天到这就结束了，就是简单分享一个小玩具啊。那么这样的话，这期视频就到这边结束了。现在关于我们现在喜欢的视频的话，3连拜拜。